周一，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同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举行电话会谈。王毅阐述了中方在钓鱼岛、南海等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反对日方介入涉疆、涉港等中国内政，要求日方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作为近邻，对中国的内部事务保持起码的尊重，不要把手伸得太长了。专家分析认为，中方此番表态在提醒日本不要挑战中国外交底线的同时，也为中日合作保留了一定空间。希望日本不要一条道跑到黑，早日回归中日关系改善的正常轨道。在会谈中，王毅表示，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日作为长久的近邻和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理应顺应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相互尊重、彼此信任、互利合作，共同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事业发挥积极作用。双方应珍惜和维护中日关系来之不易的改善发展大局，坚定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和菅义伟首相去年通话达成的重要共识，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原则和精神，确保两国关系不折腾、不停滞、不倒退、不卷入所谓大国对抗。中方希望日本作为独立自主国家，客观理性看待中国的发展，而不是被一些对中国持有偏见的国家带节奏。茂木敏充表示，日中互为近邻，日中关系保持稳定发展对两国和地区乃至世界都非常重要。日美同盟不针对特定第三方，日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确保日中关系稳定发展的态度没有变化。在通话中，中方重点强调，涉港、涉疆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外国干涉。日方应正视客观事实，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尤其是作为中国的近邻，日本对中国的内部事务应该保持起码的尊重，不要把手伸得太长了。事实上，自美国拜登政府上台以来，日本就极力为美国摇旗呐喊，接连炒作钓鱼岛问题，与盟国围堵中国，妄图派军舰在中国近海演习。美日外长与防长2+2会谈更是在联合声明中罕见点名中国。近期，日本从美国大举引进 F-35系列隐形战机，并将这种先进战机部署在距离中国更近的九州西南地区。日本共同社周一称，将从美国引进的具备短距起飞、垂直降落能力的 F-35B 战机，将率先部署在宫崎县的新田园基地，最快将在2024年完成进驻。由于 F-35可以在没有机场的离岛起降，它的战时还可以利用冲绳诸岛上跑道较短的机场或平地起降，并便于在紧急情况下快速奔赴冲绳附近的东海海域。读卖新闻称，日本政府将 F-35B 定位为离岛防卫王牌。不仅如此，日方还频繁对中国内政说三道四。此前，中国为维护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颁布了海警法。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在加拿大主办的线上会议发表演讲中，就对中国海警在钓鱼岛水域的正常活动横加指责。事实上，中国海警法只是一项例行的国内立法，不针对特定国家，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实践。包括日本在内很多国家也早就制定和实施了类似法规。通过友好协商处理海上争议，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是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也是中方投中边邻国之间的长期共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首相菅义伟将于本月16号前往美国进行访问，却不断在临行前释放美日将共同应对台海局势的错误信号。周一，日本首相菅义伟在参院决算委员会会议上声称，台湾的和平与稳定是该地区的关键，日本将与美国合作，缓和大陆和台湾之间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此前的美日2+2会晤中，双方就曾妄言台湾问题，确认在台湾突发事态之际将密切合作，还宣称中国大陆若武力攻台，美军驰援台湾，日本自卫队将考虑提供协助。而在此次会晤中，美日敲定将于年内在钓鱼岛周边举行大型军演，也被认为是两国在为介入台海局势做铺垫。这个是不是一定意味着日本已经开始进行反华的外交政策？我个人倒并不这么考虑，因为日本有他的考虑啊，日本他的一个核心，我想他还是希望做个正常大国。他现在拼命在军事上、安全上靠拢美国，实际上是在推波助澜啊，推动美国去和中国对抗啊。那么其中是实现他自己的意图。
并不是说是个简单的反华的问题。我觉得就是说，日本在这个问题上，它可能有一个非常长远的考虑。对于日方动作频频，甚至点名攻击中国，中方多次批驳。特别是在美日2+2会晤的第2天，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就严厉驳斥了美日联合声明的涉华内容，并表示，日本为满足阻遏中国崛起复兴的一己之私，甘愿仰人鼻息，充当美国的战略附庸，不惜背信弃义，破坏中日关系，不惜引狼入室，出卖本地区整体利益。这种做法令人不齿，不得人心。而与日本鲜明对比的是韩国，在紧接美日举行的美韩2+2会晤后，韩方拒绝在联合声明中批评中国。上周六，中韩外长在中国厦门举行会晤，达成多项共识和成果。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二在回应深圳卫视记者相关提问时就表示，中韩互为永久近邻和战略合作伙伴。今明2年是中韩文化交流年，明年将迎来中韩建交30周年，两国关系面临深化发展的重要机遇。中国有句古话叫三十而立，中方愿同韩方一道努力，在近30年双边关系良好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增进两国互信友好与合作，加强双方在国际地区问题上的沟通协调，推动中韩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不过，外界也注意到，在此次中日外长通话中，双方也表达了合作的意向。王毅表示，中方愿同日方持续推进务实合作，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会，以今明2年中日文化体育交流促进年和明年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为契机，努力改善两国国民感情，把一个稳定健康的中日关系带入下一个50年。茂木敏充表示，日方愿同中方保持沟通，加强对话，增进互信，妥善管控分歧，为共同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营造良好氛围。日方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就相互支持办好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会保持沟通。从官方层面好，并没有把日本的这种态度看作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反华态度认为这是日本的一种盘算所以我们也是王毅外长态度很明确，就警告日本，就说一个。对日本作为美国的附庸国，他有时候必须说某些话，其实我们这里是清楚的，但是你不要过火。所以我们对日本现在采取说敲打要敲打，但是还是要区别各种各样不同矛盾那么对日本，我觉得从长远来讲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还是要拉。中日关系转暖以来，大家本希望求同存异、携手共进，但遗憾地看到，自从年初美国拜登政府上台后，日方就像换了面孔，不断对中国内政外交说三道四。那么，您如何看待日方变脸？如何把握中日关系大方向呢？这一轮中日关系回暖的高潮，是两国合作抗疫，并且共同推动15国的 RCEP 自贸协定签署，给动荡的世界注入一剂强心剂。我这么突出 RCEP， 不光是因为它体现在贸易投资环境改善、促进地区产业链融合上，还在于让各国由于相互依存而有所克制，逐渐缓和原有的矛盾分歧，在实现经济一体化的同时，增进互信，添加沟通的渠道。拿中日来说，去年9月，菅义伟首次施政演说就承认，要应对新冠疫情，最短时间实现国内经济 V 型反转是自己最大的任务，而 RCEP 的诞生，让日本和自己最大的货物贸易伙伴中国有了第一个直接的自贸关系。如果考虑到中国是唯一在疫情中实现正增长的全球主要经济体，这对极端依赖外贸的日本来说，特别是日本的汽车产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也正是为了同中国保持良性互动，菅义伟就公开宣布过，要跟中国建立稳定的邻国关系，无意构建亚洲版北约。可言犹在耳，缺乏独立外交资格，而且对华充满战略忧虑的日本，却同时使出伤害中日关系的小伎俩。众所周知，美国拜登政府上台后，延续前任把中国视为最大战略竞争对手的政策，其对华博弈更注重精细布局，重启价值观外交的老套路，尤其突出和欧日韩等传统盟友协调立场，构建所谓D10民主国家朋友圈，跟中国搞只做不说的战略竞争。在可预见的未来，日本将会追随美国，在贸易、金融、科技领域对华实施战略围堵，在外交、人权乃至安全领域
对华实施污名化攻击。但我想说的是，中日关系经历几番风雨，已有很强的韧性，特别在广大民众中具有深厚的基础。可以说，包括日本在内的周边地区，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的首要舞台和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步。那么今天，周边第一是我们经营国家安全环境、规划和平发展的首要重点。从过去的1年多的事情来看，我们更有信心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其他有益于世界和平发展的战略举措，优先在周边地区落地，通过双向互动与制度的建设，共同促进区域和平稳定走向深入，压缩域外大国介入的空间。同时呢，在周边地区有效防控生战生乱的因素滋长，为整个亚洲乃至世界贡献中国的力量。主持人，好的，谢谢吴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